所有属龙的老朋友，请你停下手里的事，静下心认真听我说完这番话。你今天能刷到这条视频，不是偶然的大数据推送，是天意给你的一次重要提醒，更是你命运转运前的一次天机点化。我研究易经一辈子，看透12生肖流年起伏，最有福气的，当属龙之人，天生自带贵气，格局远大，心怀大度，有胆识，有担当，有远见，做人正直磊落，做事沉稳大气。可是很多属龙的朋友，前几年过得并不顺心，明明有能力，却没有机会，明明付出多，却收获很少，明明心地善良，却常常被人误解，被人冷落，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有苦说不出，有委屈无处诉。很多属龙人都在疑惑，自己明明命带福气，为什么一直走低谷？我今天郑重告诉所有属龙人，2026丙午马年就是你人生的转运分水岭。熬过今年上半年的小坎坷，从下半年开始，你的运势将会彻底翻盘，贵人临门，财运回升，事业抬头，家庭和睦，福气聚满。往后的日子越走越顺，越活越有福。但这道分水岭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跨过去。如果你懂收敛性子，懂守住分寸，不懂避开禁忌，很容易错失转运良机，继续蹉跎好几年。今天我用老祖宗的易经智慧，结合五行流年人性规律，把属龙人2026年的运势拐点、低谷原因、转运时机、避忌法则，一字一句给你讲透。听懂了，你能顺势翻盘；错过，只能继续原地徘徊。觉得说到你心坎里，就点赞收藏，转发给家里所有属龙的亲人，也在评论区留下龙行大运、转运纳福，为自己接住后半生的好运。接下来每一句都是真话实话，属龙人千万别中途滑走。属龙的朋友们，我们先把话说在前面，想要看懂2026年为什么是你的转运分水岭，就要先搞懂今年的流年气场到底是什么格局。2026年干支为丙午年，天干丙火，是天上正阳烈火，地支午火，是人间极盛之火，双火叠加，火势冲天。60甲子当中很少有这么燥热的年份。五行讲究阴阳平衡，火太旺则气场躁动，人心容易浮躁，行事容易冲动。而生肖龙地支为辰，五行属湿土，辰土藏水木，底蕴厚重，性情沉稳，自带贵气。在五行生克里，火能生土，这是先天帮扶之象。按理说，火旺生龙土，对属龙人本是好事，但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，火太旺不是帮扶，而是暗号。就像春天暖阳，能滋养万物生长，可到了盛夏烈日暴晒，就会把土地烤得干裂，草木枯萎，气场受损。2026丙午年就是烈日当头的格局，火气过盛，辰龙失土，被过度烘烤。上半年属于默默消耗，运势压抑，机会不显，才华被埋没，贵人出现。到了下半年，秋金渐起，火气收敛，气场回落，阴阳重新平衡，火生土的正向力量才真正显现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6是属龙人的转运分水岭。上半年是蛰伏熬过去，下半年是翻身走上来。
很多属龙人不懂这个命理规律，只看眼前不顺，就以为自己辈子就这样了。越急躁，越迷茫，越逞强，越碰壁。其实不是你命不好，是流年气场还没走到你的时机。属龙人本命带贵气，天生有统领格局，眼光长远，心胸开阔，做人讲义气，做事有担当，不屑耍小聪明，不愿勾心斗角。正因为这份清高和正直，在前几年气场低迷的时候，反而容易吃亏。老实做事，不如别人专营，真心待人，容易被人算计。有能力，没平台；有抱负，没机会，心里委屈，却不愿低头，性子高傲，肯将就。久而久之，就陷入付出多回报少的低谷循环。但老祖宗讲，盛极必衰，否极泰来，低谷熬到头，必有翻身日。2026年就是属龙人走出低谷的转折点。上半年旺火暗耗你的气场，压制你的机遇，小人容易冒头，是非容易缠身，财运起伏，事业卡点，想做事容易被牵绊，想突破容易被阻碍。你会明显感觉到心里莫名烦躁不安，做事有力使不出，明明机会就在眼前，偏偏抓不住，人际关系容易有隔阂，好心容易被误解，付出很难被看见。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是流年气场在压制，是命运在让你沉淀修身养性子。等到立秋之后，气场转凉，火气消退，尘土不再被燥热烘烤，火生土的福气开始显现，贵人主动靠拢，事业迎来新契机，财运慢慢回暖，人脉变得顺畅，之前压抑的所有委屈都会一点点转为福报。所以属龙人一定要明白，2026上半年不是倒霉年，是渡劫沉淀年；下半年不是凭空走运，是厚积薄发的转运年。熬得过去，往后一马平川；熬不过去，继续原地蹉跎。接下来我跟大家讲透，为什么属龙人天生福气大，却偏偏容易走低谷。根源不在运势，而在自己的性格骨子里。属龙的老朋友，你一定要静下心，好好反观自己。你这辈子为什么有财却难施展？明明心地善良，格局很大，却常常委屈自己，无人理解。很多人以为是运气不好，其实大半原因都藏在你的性格里。属龙人天生带王者气场，骨子里自带傲骨，心胸开阔，斤斤计较，眼光长远，纠结小事，做人光明磊落，不屑玩心机，做事有担当，有责任感，认定的事再难也会坚持。这份性格放在盛世顺境，是成大事的大福气。可一旦走到流年低谷，就成了拖累自己的软肋。第一个性格短板，清高孤傲，不爱迎合。属龙人天生骨子里傲气，看不惯虚伪客套，不愿刻意巴结人，不会阿谀奉承。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，宁愿远离，也不愿将就。职场上别人靠嘴圆滑，靠人情上位，你只埋头苦干，靠实力说话，不懂讨好领导，不懂拉拢同事。明明能力远超旁人，功劳却容易被别人抢走，机会也轮不到自己。生活里人情应酬、虚情假意圈子，你打心底排斥，不愿扎堆闲聊，不爱家长里短，宁可独处清静，也不凑热闹。看似高冷，实则内心真诚。可在世俗人情里，
容易被误解为不合群、不好相处。很多贵人本来想拉你一把，却因为你不爱走动，不懂寒暄，慢慢擦肩而过，大好机缘就这样白白流失。第二个性格短板，太要强，凡事喜欢自己硬扛，属龙人天生不服输，再大的压力自己默默扛，再大的委屈自己藏心里，从不轻易求人，不愿示弱，总觉得求人不如求己，家里里外你撑大梁，事业路上你独自打拼，累了不说，苦了不喊，宁愿自己熬到深夜，也不愿麻烦亲友半句。别人遇到难处，四处找人帮忙，你遇到难处，咬牙死撑，面子看得太重，身段放不下来，宁愿自己受苦，也不愿低头求助。可人心都是现实，你越能扛，别人越觉得你不需要关心，你越要强，越没人懂得心疼你。久而久之，所有压力，所有委屈，全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第三个性格短板，心地太善，容易心软吃亏。属龙人看着高冷，内心其实特别柔软，重情重义，知恩图报。别人对自己一分好，总想10分回报。亲戚开口求助，不好意思拒绝。朋友有难，必定伸手帮忙，宁愿委屈自己，也不愿亏欠人情。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是坑，还是心软放不下情面，容易被别人的花言巧语打动，容易相信别人的承诺，最后好心没好报，帮忙反被拖累，借钱有去无回，付出没人珍惜。前几年运势低迷，再加上这3大性格软肋叠加，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有才华没人赏识，有担当没人心疼，有善心容易被利用。付出多，回报少，委屈多，理解少。但属龙的朋友不必灰心，你的清高不是孤僻，是不愿同流合污；你的要强不是固执，是骨子里的尊严；你的善良不是懦弱，是与生俱来的厚道。这些不是缺点，只是流年低谷时的暂时拖累。等到2026年转运分水岭一过，你的傲骨会变成格局，你的担当会变成福气，你的善良会变成贵人缘。以前吃的亏，受的委屈，都会变成往后的福报铺垫。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？为什么上半年熬，下半年赚？我把其中的天机给你讲得明明白白。2026丙午双火太旺，上半年燥热之气笼罩天地，人心浮躁，小人横行。清高的属龙人更容易被孤立，被误解。要强的性子更容易冲动较劲，招惹是非。心软的本性更容易被人套路，破财吃亏。所以上半年注定是沉淀期、蛰伏期，不适合冒进，不适合折腾，不适合高调。一旦熬过去，立秋之后，火气渐退，气场回归平和，火生土的正向福气彻底显现。你的才华会被看见，你的担当会被敬重，你的善良会被善待。贵人主动来找你，事业自然有新突破，财运稳步上涨，家庭越来越和睦。前几年压抑的所有不顺，都会在2026下半年开始慢慢消散。但有一个前提，上半年不懂守分寸，乱折腾，乱逞强，再好的转运时机也会白白溜走。接下来我就给你讲透2026上下半年到底有哪些明显变化，什么时间开始真正转运，属龙人一定要记牢，对照自己。
属龙的老朋友，请认真听。好，2026丙午年最关键的秘密就藏在上下半年的气场反差里。看懂这个分水岭，你就看懂了自己往后好几年的运势走向。先说2026上半年，从开春一直到立秋之前，都是旺火当道，燥热不散，整个天地气场处在一种浮躁、躁动、不稳定的状态。对应到咱们属龙人身上，第一感受就是心气不顺，心里总是莫名发闷，容易胡思乱想，容易焦虑纠结，一点小事就容易走心，容易较真，容易生闷气，做事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。明明计划很好，执行起来总有各种阻碍，想推进事业总有人事牵绊，想拓展财运总有意外消耗，想维系人情总有误会隔阂。这不是你能力退步了，也不是你运气变差了，是流年火气太旺，压制住了你本身的贵气与机缘。上半年小人气场格外旺，身边容易出现表面和气，背后算计的人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拆你台，假意亲近你，实则想利用你。属龙人天生正直，不爱设防，最容易在这个阶段被人当软柿子拿捏，好心帮忙，反而被人埋怨，真诚待人，反而被人误解，低调做事，反而被人忽视。财运上，上半年以守为主，容易有意外开支，人情往来花销增多，亲友临时求助借钱，或是家里突发琐事耗财，不是大破财，就是留不住余钱，辛苦赚到，转眼就有地方花出去。事业上，不宜跳槽，不宜转行，不宜大额投资，越是想急着突破，越容易碰壁踩坑，越想证明自己，越容易卷入人际纷争。感情和家庭上也容易有口舌争执，容易因为观念不同，言语误会，产生冷战、别扭，心里膈应。总结一句话，2026上半年，属龙人不求发达，只求平稳，不求出风头，只求安稳则福，低调，收敛，少争，少辩，少折腾，就是最大的福气。很多属龙人吃亏就吃亏在看不懂这个分水岭，上半年耐不住寂寞，沉不下心性，盲目折腾，盲目逞强，结果把下半年的转运福气提前消耗干净。熬过上半年，一切都会慢慢变好。再来说2026下半年，立秋一过，精气渐生，火势回落，天地之间燥热退去，气场转凉、转稳、转和顺。辰龙本是湿土，最怕烈火烘烤，最喜温润气场。下半年阴阳平衡，火生土的正向格局正式启动，压制你的气场慢慢散开，埋没你的才华慢慢显露，错过的机缘慢慢向你靠拢。首先是贵人运回暖，之前疏远你的贵人会重新出现，身边欣赏你的人越来越多，愿意拉你一把帮你铺路的人会主动走进你的生活，不用刻意巴结，不用刻意讨好，自然而然就有人赏识，有人扶持。其次是事业运抬头，原本卡住的项目开始松动，停滞的局面开始破冰，有新的机会、新的平台、新的出路悄悄向你靠近。你的能力、格局、眼光终于被上级、被同行看见认可，付出能看见回报，努力能落到实处。再者是财运稳步回升，正财稳稳落地，收入踏实增长。偏财运也有小惊喜，
无心之间有额外收获，不再像上半年那样留不住钱，能攒得住、守得住、积得住福气。人际圈层也开始变干净，小人慢慢远离，是非慢慢消散，身边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待你三观相合的人，不用再委屈自己迎合别人，不用再真心换来冷眼相待，心态也会跟着豁然开朗。之前的压抑、憋屈、迷茫，点点烟消云散，心里变得平静、通透、安稳，做事有底气，做人有气场，待人更从容，处事更淡定。这就是分水岭的真正含义。上半年是沉淀、渡劫、修心，下半年是回暖、翻身、纳福。属龙人只要安安稳稳熬过上半年，不冲动，不冒进，不争强较真，守住本心，守住底线，守住财库，下半年自然顺势起飞，往后几年一路走高，顺风顺水。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，转运不是等来的，是守出来、熬出来、修出来的。如果你在上半年任性妄为、高调逞强、乱闯乱撞，再好的流年运势也救不了自己亲手做下的局。接下来我重点跟你讲透2026鳌坎分水岭期间有3件事属龙人绝对不能做，一旦触碰，直接错失转运机缘，白白浪费12年一遇的翻身机会。属龙的老朋友，请把心沉下来。既然2026是你的转运分水岭，那上半年蛰伏鳌坎，就一定要守住3条红线。这3件事，再想做也不能碰，再忍不住也不能闯。一旦越线，福气折损，机缘溜走，再好的大运也接不住。第一件事，切忌傲气太盛，与人争高低，论输赢。属龙人天生傲骨，骨子里不服输，平常日子有骨气是优点，但在火旺躁动2026上半年，傲气过头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不要在职场上和同事争风头，不要在圈子里和别人论长短，不要跟亲友争辩道理，非要分对错，更不要一时气盛跟人翻脸较劲，撕破脸皮。今年人心浮躁，小人扎堆，你越是清高要强，肯退让，越容易被人盯上，被人记恨。别人故意挑事，就是想看你失控发火。一旦你沉不住气，当场争执，立马掉进别人设好的圈套，惹口舌，招是非，犯官非，运势被拖累，名声受影响。真正的聪明人在低谷熬坎期都懂得低头收敛，不是认输，是养气场，不是懦弱，是攒福气。能让一步就不争一时意气，能少说一句就逞口舌之快，把傲气收在心里，把锋芒藏在身上，静静蛰伏，等待转运时机。第二件事，切忌盲目投资，大额折腾，乱改人生布局。很多属龙人前几年过得憋屈，到了2026年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总想赶紧翻身，赶紧翻盘，于是头脑发热，想跳槽，想转行，想创业，想大额投项目。我真心劝所有属龙人一句，上半年千万稳住，别瞎折腾。火旺之年，局势动荡，行情不稳，人脉虚假，机遇不实，很多看似很好的机会，其实都是外表光鲜，内里挖坑。你一旦冲动入局，很容易被套牢，被割韭菜，辛苦攒下的积蓄一夜之间缩水。工作上不要轻易裸辞，冲动跳槽，
当下的安稳比未知的冒险更珍贵。生意上不碰陌生项目，不碰高风险投资，跟风别人做副业，不轻信旁人画大饼。熬坎之年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守业、守财、守安稳，不动、不赌、不冒进，稳住现金流，稳住现有生活，就是最大的赢家。等到下半年运势回暖，再择机出手，顺势而为，成功率会高出好几倍。第三件事，切忌心软泛滥，随便借钱，随便为人担保。属龙人外表高冷，内心最是重情，亲友一诉苦，一示弱，你立马于心不忍，想伸手帮忙。但2026上半年，人情最经不起考验，很多人找你求助，不是真走投无路，只是看准了你心软，好面子，重情义，把你当成可以依赖、可以透支的靠山。记住一句老话，低谷之年，少沾人情，钱财往来。可以慰问，可以安慰，但别轻易借钱，别轻易签字担保。借钱容易，要钱难，最后好心帮人反倒结仇。担保更是深坑，一旦对方无力偿还，所有债务、所有责任都会全部压在你身上。半生积蓄一朝清零，家庭安宁彻底打乱。真正真心待你的亲友，不会在你熬坎之年逼着你动用老本，冒着风险帮忙。一味为难你、消耗你的人，不值得你委屈自己去成全。学会温柔拒绝，守住自己钱袋子，不是无情，是自保；不是小气，是懂分寸。只要上半年守住这3条底线，不傲气争执，不盲目折腾，不心软破财，你就稳稳熬过了分水岭最难的一层。把小人挡在门外，把是非隔在身边，把福气留在自身，把好运留给下半年。很多属龙人会问，我守住底线，低调蛰伏，还需要做些什么，才能稳稳接住下半年的转运大运？别急，接下来我教你属龙人专属的修心守运法则，简单好做，人人能践行，稳稳拿下往后多年的顺遂福气。属龙的老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一定要记牢，2026丙午次马年对别人来说只是普通流年，但对你属龙人是12年一遇的命运分水岭。上半年不是倒霉，是老天在磨练你的心性，是让你沉下心来，收敛傲气，沉淀自己。熬过这段日子，就是否极泰来，时来运转。下半年不是凭空走运，是你守住底线，低调蛰伏换来的福报。贵人上门，事业回暖，财运稳步上涨，往后日子越过越顺，福气越积越厚。想要稳稳接住这份大运，记住几句简单好做的守运心法。第一，收住傲气，学会低调做人，不与人争长短，跟人论输赢，遇事少较真，嘴上少逞强，把锋芒藏起来，把脾气压下去，内心有格局，表面懂随和。你越沉稳，福气越聚拢；你越低调，贵人越靠近。第二，稳住心态，少焦虑，少内耗。前几年的憋屈和失意都已经翻篇了，不要纠结过往，不要抱怨命运，静下心来好好生活，踏实做事，安稳度日。心稳住了，运势自然跟着稳。第三，守好财库，不盲目折腾。上半年跳槽，不转行，不碰高风险投资，跟风乱创业，管好手里积蓄，守住家庭安稳，
不随便借钱，不轻易为人担保。守住钱财，就是守住后半生的底气。第四，修身积善，多包容，少计较。属龙人本就格局大，心地善，往后继续保持厚道本心，待人真诚，做事坦荡，少掺和别人是非，少卷入人情纷争，守好自己小家，管好自身言行，福报会悄悄累积，好运会默默降临。属龙人天生带贵气，生来就有掌舵人生的格局，只是前几年流年压制，暂时怀才不遇，委屈折服。一旦跨过2026这道分水岭，所有压抑都会化作福气，所有付出都会得到回报，所有等待都会迎来圆满。往后余生事业有路可走，财运有增无减，家人平安康健，日子顺遂无忧。真心祝愿每一位属龙的朋友2026熬过低谷，迎来转运，龙行大运，步步高升，加薪业旺，万事称心。觉得这番话说到了你心坎里，赶紧点赞收藏，转发给家里所有属龙的亲人朋友，一起避祸纳福，接住12年一遇的好运。也在评论区留下龙行大运，转运纳福，锁住福气，迎接下半年逆风翻盘。